女警一直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AD 英雄，有一定的装备之后，2枪就能给对面 ADC 秒了。但是因为中期伤害过于乏力，导致这个版本玩的人并不是很多。这盘是女警打卢娜，我家辅助补了个瑞尔。女警瑞尔这两个组合其实非常不搭啊。瑞尔的话更偏向于打一套，女警的话需要靠1000张爆头消耗来积累优势。这里我们 TF 也点出了迅捷不伐，打软辅的话会更方便我们拉扯一些，避免我们偷 A 了一下之后被对面追着反打。女警的被动在草丛里是双倍叠加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一直利用草丛来消耗对面 ，A 一下之后就拉进草，让对面丢失视野，也可以在草里直接出 Q， 这样的话命中率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等有爆头了就点他一枪。瑞尔这里进草上马，我们继续拉扯他。等辅助的稳定控制给到之后，我们再打 Q。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一套技能下去，卢锡安的血量并没有掉很多，反而是自家辅助被打残了。辅助倒了不要慌，我们利用草丛卡好爆头的被动，继续跟他站着对 A。因为这种位置我们想直接跑的话，肯定也是跑不掉的。看卢锡安靠过来打一发 Q 闪加平 A， 直接给他收掉。拉到这种身位，那没想追死我们就比较困难了。重新回到对线之后，卢锡安没有加辅助的视野，这里直接滑上来跟我们换血。我们平 A 接 Q， 利用迅捷不伐的加速追击一下，两个夹子直接把他撤退的后路给封住，再利用 E 技能接一枪爆头，直接拿下卢锡安的人头，顺势把兵线送进防御塔。女警压防御塔的话，这个塔后的隐藏夹子，兄弟们一定要学会。正常来说，对面踩中之后是可以打发 QA 的，但我这里距离没把控太好，被防御塔 A 了一下。不过没关系，把这波兵线处理好之后回城就行。女警这个版本当前的出装基本上就分为2种，第一件荒野剑或者是第一件收集者。对面脆皮比较多的话，我建议第一件直接就裸收集者，然后第二件出无尽之刃，这样的话2件套伤害就很爆炸了。前期拿到优势之后，只要防止好打野招我们，我们就可以随便压对面的。这里看见卢锡安的走位空间比较小，我们一发平 A 接 W， 再用 E 技能拉开距离，一枪爆头之后，我想再接一枪爆头，然后开大招的，但第2枪爆头没 A 出来，这里操作有点失误。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平 A 接 Q 技能消耗。看到凯隐在石头人，这波我们要尽量压低对面的血线，一枪爆头利用迅捷不伐先拉开距离，等辅助瑞尔开了之后，我们再跟伤害，也是配合凯隐轻松的拿下双杀。重新上线之后，我们补出了收集者，但卢锡安娜美这个组合前期不得不说他压制力是真的强，就这么死了3波之后，一上来扫我个大招，直接掉了个半血。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家辅助是个应付，所以说我们只要等他找机会开到人，我们跟上伤害就行。这里塔下没兵线了，卢锡安还想压制，我们先给他脚下塞个夹子，一发平 A 接个和平使者，直接给他秒掉。瑞尔也是反手 Q 住了娜美，我们直接一个反向 E 往前跟进一下，一发平 A 直接触发迅捷不伐往前追击一下，扭开娜美水炮之后 A 不到了，补一发 Q，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让子弹飞一会儿了。对面下路现在劣势能这么大，就是前面第一波玩的太着急了，太想打出优势了。他们这个组合稍微有点等级之后，我们这个下路组合是玩不了的。重新回到线上之后，也去打起来了。这波团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啊！塞拉斯死了，卢锡安在处理兵线，娜美一个人从这个3条草走过来，我们利用河道这个草丛打一枪爆头，看娜美血量进入斩杀线了，一发平 A 接 Q， 再卢锡安去躲娜美的大招，这里差一点身位，所以说我还是交个闪现稳妥一点，不然我这波死了的话要掉很多经济的。这里卢锡安一丝血，我们大招没来得及开，辅助 TP 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快速推荐让辅助去给我们拿一个视野，然后再让子弹飞一会儿。再次击杀掉对面下路双人组，我家一共12个人头，10个人头跟我们下路有关。利用我们下路的优势，打野率先开了小龙，盲僧2段 Q 接惩戒直接给龙抢了，还好我们提前放了夹子，结果限制住了塞拉斯。卢锡安从后面绕来跟我们1v1，这波还真不太好打，远处利用射程偷几发平 A 就行，这波团肯定是赢不了了，我们不要死才是最重要的。凯隐加会这个中野组合和对面盲僧加塞拉斯前期在野区打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回家补给好换下来中路再次爆发团战，在这个时间打架，我们女警就算是6杠0的优势，打起来伤害也是一坨。前期炸线的卢锡安打的还是非常凶，直接给我家辅助收了。我们追着他点了一路，血量还没下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女警在日常的排位赛里玩的人很少的原因之一。中期是真没伤害。15分钟峡谷先锋刷新，瑞尔在野区逮住了娜美，我们大招补上伤害，回头一看维鲁斯已经走到脸上来了，平 A 接 W 先拉出他大招的范围，这哥们儿看到凯隐来了有点慌，闪现直接撞墙了。我们再补上一发爆头，先打掉维鲁斯，再回头输出踩到夹子的卢锡安，再用 E 技能打一发爆头，这盲僧直接 RQ 必中，没有一点操作空间了。这波打完，我家中单发起投降也是直接就挂机了。对面利用峡谷先锋一路直接拆到我们的高地，这波我们也是刚好拿到了2件套，终于是度过了中期疲软期，也算是有点战斗力了。那每做先锋撞他的话，肯定是在给机会，这种场面见过太多次了。那美丝血闪出塔外面，我们补上大招直接给他收下，但是自家辅助也被维鲁斯收下，想赢一把逆分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自家中单摆烂挂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吃到更多的经济，没人跟我们抢钱，当然了，坏处就是少一个人。21分钟维鲁斯把下路线带过来了，这里我想等瑞尔过来之后配合抓他一波，结果被维鲁斯闪现而吐了，这波没成功，那就再来一次，还是同样的位置，还是同样的人。瑞尔这波直接 Q 铲逮住维鲁斯，这是 AP 维鲁斯，一定要小心别被秒了。平 A 接 E 拉开距离，在远处补上大招，回头再一枪爆头刚好甩给娜美，再补上一发和平使者，轻松拿下双杀。有一定装备了之后的女警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尤其是到现在补出来火炮之后，我们的射程进一步加长。这里到现在对面就剩个卢锡安和打野了，我们利用瑞尔的加速可以追击一波，超远距离一发平 A 直接
触发迅疾不发，又能多 A 2下。看到盲僧在 F6 的位置打一发 Q， 再摆一发预判夹子，他肯定想出来回旋踢我们的，刚好把他夜之锋刃破了，热把他控住，一发 PA 直接吃下1069块。对面这波阵亡4个人的情况下，我们果断选择殊死一波 rush 大龙。对面的人复活之后陆续赶到，便利用走位躲开娜美的水炮，再在脚下摆个防守夹子。娜美放了个很不错的大招，没地方可以躲了。塞拉斯踩了夹子之后，我想2枪爆头直接给他收了，压根没想到过他能这么准，反手直接给我秒了，真的是很可惜啊！要是开个光盾的话，我感觉这波收割了。不过没关系，也算是有了一些翻盘的希望。回家补出来第4件大穿甲之后，我们的暴击也是满了。看到维鲁斯在上路单杀了凯隐，这波选择和辅助去抓他一波。若有先手吸入之后，我们利用迅疾爆发加速往前追，反向一拉近距离，一发爆头，2发平，3发平，4发平，5发平，6发平，终于是给维鲁斯打死了。这他都给我家辅助换掉了。不得不说，上单维鲁斯是有点东西啊！对面也是趁着我们抓维鲁斯的功夫，稳稳的控下了电龙魂。这波就看到对面下路双人组在中路，想利用火炮偷一发平 A， 结果他直接滑上来，我们一拉开再接一枪爆头收掉，产生再拉开距离摆个防守夹子，结果塞拉斯跟闪，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对面有电龙魂，中单挂机又不玩，天使又在下路被抓死，本来我以为这把游戏就这样要被平推了，就在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卢锡安吃上娜美的技能想上来报仇，我们平一接爆头，直接给他秒掉，这就是后期女警的伤害。随后我们再去下路再一次抓死单带的维鲁斯，对面也是在野区反手逮掉了我们家天使，这样的话大龙没有视野，如果对面再拿个大龙加电龙魂，我们这把游戏肯定是赢不了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大龙是一定不能放的。我们等一下辅助，就算是2打4这波也要去的，提前在草头摆个夹子，成功逮到塞拉斯之后2枪给他打没血，在女警面前开中亚，只有等着被接夹子这一条路。收下塞拉斯之后再往前一步一步推进，这个草头的夹子非常重要啊！刚才逮住塞拉斯也是利用了这个技巧。来到这边之后，盲僧手速非常快 ，Q 瑞尔摸眼加2闪我是一点反应的空间也没有啊！被娜美大起来之后，记得说一声盲僧没闪。好了，这下卢锡安也没闪了，先死了先复活，这把想赢游戏必须得把这个大龙打了。对面死得晚，自然这波来的就慢了。盲僧为了抢龙，身位很不好，率先白给了我们夹子，再接住金身之后的塞拉斯，再给娜美这边补上个夹子，一枪爆头直接收掉。这就是后期的女警，兄弟们，如果我们能做到在对线期不要被抓，中期能安稳的度过，那么后期的女警绝对是有 carry 游戏的能力的。利用着这波大龙 buff， 对面有40几秒的复活时间，也是顺利的把对面给一波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这类 AD 教学视频的话，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